哇，你看那里，好美哦！哇！看到了！这是我跟玉云第一次是没有孩子在我们身边，然后出国旅游。我爱蓝屿。我想我们的孩子羡慕死了，尤其是他这20年下来，重心都是放在孩子身上。我现在把他迎接回来，在你身边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很反对我们之间的感情。因为有你，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很精彩。不离不弃是20年前说好的嘛，对不对？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这20年没办法做到的，就在接下来的20年，我们一一的去把它实现。我来了，玉云在哪里？2004年3月27日，相恋了6年的林明伦和陈玉云终于共结连理。我们终于可以结婚了嘞，等很久了嘞。对不起，让你久等了。That's okay， 耶！转眼间已育有4个孩子的他们，今年迎来结婚20周年。其实这20年我们也比较少，就是没有孩子的情况下，一起出外郊游旅行。哎，老婆，开心吗20年或者24年。对，其实我跟他在一起的时间真的很少，尤其这20年，我们真的是有距离的，因为他把集中力都是放在孩子的身上，时不时我都会提醒他，不要忘记我哦，老公还是需要你的。我只是暂时把你借给孩子。哎，兴奋之余呢，还是有一点点舍不得了。虽然说是跟亲爱的人在一起，可是我还有另外4个亲爱的人在家里。哎，不是说是2次蜜月吗？那应该是把所有的焦点跟重心都放在我身上嘛。对不起，没办法。没想到明伦和玉云即将展开2度蜜月之计，却遇上了凯米台风登陆台湾，让行程顿时充满了变数。看一下外面，你看风有多大。兰屿在台东岸外，不过由于台风登陆，导致前往兰屿的船班停驶，夫妇俩只能先搭乘高铁南下，到码头附近的旅馆，耐心等待船班恢复行驶。但是有蚊子，因为是星期四，不会吗？我有蚊帐的嘛。哦，所以蚊子进不来。蚊子进不来，对。就好。我的帐篷是有房间有客厅。有床吗？有啊，什么都有。有冷气吗？冷气这边有 right？ 没有关系，我讲冷笑话给你。我会立刻睡着。还好这20年，我被训练得很好。其实我知道明伦他喜欢露营，那我其实有答应过他说要陪他去露营的，所以呢，这次为了节目有一个借口，踏踏实实的陪他露营，我觉得其实我是蛮期待的。可以不？没事，耶，可以出发喽！终于可以去兰屿了。在屏东县后壁湖码头附近的旅馆滞留了2天后，明伦和玉云终于搭上了开往兰屿的渡轮。你好，我叫明伦。好，谢谢。
可以上船喽。哦，咦嘿，咦哈！感觉来了，感觉来了，咦哈！我会发出这样的声音，就是咦哈，很有感觉了，咦哈，像骑马一样。像过山车坐过山车一样。虽然台风已逐渐远离，但天气和海况仍非常不稳定。即使在海上生活经验丰富的夫妇俩，也大喊吃不消。眉头不要皱啊，美美的。其实呢，因为这个台风的关系哦，这整个旅程哦蛮颠簸的，我就有点害怕，说自己会晕船，会不舒服。老婆，怎么样？你现在的感受如何？稍微好一些。我还是有点感觉，所以还是选择把眼睛关起来。你呢？你 OK 吗？我 OK，不过我要站着，站起来会比较舒服一点。真的会帮助啊。站着就跟他一起晃。耶，我们到了！终于到了。到了。又在晕船了。位于台湾东南方的兰屿，拥有翠绿的山峦和湛蓝的海洋与绚丽的珊瑚礁，是露营、潜水、感受壮丽原始自然风光的美丽岛屿。虽然天气不稳定，但并不影响明伦和玉云在兰屿露营及2度蜜月的好心情。一连串的活动在他们骑上了摩托车后展开。哇，你看那里，好美哦！和达悟族人划拼板舟、游泳、钓鱼，之后跟背上氧气瓶，潜入了美丽的海底世界。到了。Yes， 我们到了。就是这个营地哈。对呀。先找老板娘。Hello， 欢迎你们。你好，你好，你好。老板娘你好。你好，你好。好，然后右边是淋浴，左边是厕所。在兰屿体验露营，可以选择带有电力供应及共用卫浴设备的营区。不过，对第一次在海外露营的玉云来说，似乎更关心的是有吹风筒吗？有哎，真的有。太好了，哇！ OK 你们这边台州到了，谢谢。OK。那我们今天晚上要住的地方是哪里呢？哪里可以搭营啊那就这个方向哦。 ？OK。哇，面向大海，有海景哎。是。哎，你们这边也是有冷气的帐篷哈？那我们就这间吧。你就想，好不好？你觉得他们会让你住那边吗？我看导演要折腾我们，对不对？哎对啊要折磨我们。是。热爱潜水的明伦和玉云潜入兰屿美丽的海底世界，但没想到玉云却发生了突发状况。吸不到气，我就更加紧张了。结婚20周年的模范夫妇林明伦和陈玉云到台湾兰屿2度蜜月，不巧遇上台风登陆，导致船班停驶，在码头等待2天后，终于顺利搭船前往兰屿，展开露营蜜月之旅。要搭帐篷了，现在我们来搭了啊！没关系，喝点水吧，先喝口吧。身为野外生活达人的林明伦果然有备而来，不但自备帐篷，还准备了许多露营用品。这个帐篷是刚买的，这个帐篷是一个双人4季帐篷啊，那个是头，需要2个人的配合才能够很容易的把它搭建起来。哇，你看，我不用动哎，你就是一直往上推就是了。太厉害了！露营最美好的那个感觉，就是
一起在共创一个属于我们的小天堂，那感觉非常好。你先顶着它的尾 hold 住，好，像我们刚才啊，一起把那个帐篷搭起来，然后呢，再选择这个极地嘛，哈，哪一块比较舒服？你看这边好多。然后呢，一起捡石头，把它扔弃。可以了啦，没有气垫了，所以不用担心。OK， 好好的。可以吗下面好像有东西，等一下。 ？OK 吗 OK 了，还好 OK 还好 right 感觉不到了。 OK， 感觉不到的。那我们要先把帐篷的位置定好。很热，你真的不要考虑用那个冷气房吗？等一下，我把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了，你就 OK 了。咦，有点点黏黏的。OK， 合作无间的明伦和玉云，没一会儿功夫就顺利把帐篷搭建完成。可以吗？嘿，坐下来面向大海，啊，先休息一下。OK， 已经在设计了哈。对呀，怎么样？画的好吗？明云的家，对，有我们2个就有家，对不对？好，挂上去之后就是正式开张。感觉挺好的啊。而且看到这么美丽的风景哦，真的觉得刚才的那个2个小时的传承，那个颠簸还算是值得。对对对。你喜欢露营吗？其实你跟我在一起做了很多这种野外的户外的活动啊。又要学潜水啦，又要学航海啦，学露营啊，你不要再说了，学摩托车，干嘛？你觉得自己很可怜，被你逼着学这些哈。我虽然说是个城市人哈，可是呢，我就是喜欢新体验，然后呢，我也喜欢就是尝试不同的东西，所以我觉得这能够增添生活的色彩、生活情趣，所以我也就没有想太多，反正我就跟他说了，我想跟你录音的时候就跟你录音，不想跟你录音的时候就 sorry。改天啊，我们去纽西兰，对不对？去爱尔兰、苏格兰，哇，冰岛，走遍世界各地去露营，好不好？不要住 hotel 的，5星级酒店。好了，今天晚上试了再说吧。我们今天潜的是那一颗，大家有看到外海那一颗石头吗？凸起来海面那一颗，哦，那一颗就是我们今天的目标，它叫玉女外礁。哦，它底下其实是有一个洞，大概15米长。我从1988年就开始潜水，我爱大海就是从潜水开始的。只要能够在海底，我就很开心了。都有潜水执照的夫妻俩，这些年共同的爱好之一，就是一起到世界各地潜水。来到兰屿，自然不能错过。兰屿的海底世界充满活力，在清澈的海水中，与各种色彩斑斓的珊瑚、热带鱼类、海龟等海洋生物一起悠游，使得这片海域成为潜水爱好者的天堂。在兰屿的深海世界里面呢，我看到了好多很美的动物，有海龟啦，然后呢，我们也看到章鱼、乌贼，尤其是那些小鱼，它们在一起游来游去的时候，还有那个它生长的那个地方叫 Sea Anemone 啊，哇，那块特别美。这里的珊瑚礁非常漂亮，海底的能见度也非常美。可以看到很远很远，这已经是它比较污浊的时候，因为前2天才打过台风。我其实呢也没有说潜过很多次水，不过
在我的印象中哈，兰屿它应该是我的前3名吧。在疫情之后，我去了很多国家去潜水，有一些人是为了要大量的捕获这些鱼哈，他们就用海底炸弹把珊瑚礁都炸碎掉，啊，这是我看到最难过的事情。可是，在兰屿不是这样的现象，它还是保护得非常好。我觉得这个是跟当地的岛民有关，他们很尊重大自然，很尊重这个大海。正当夫妇俩徜徉在绚丽多彩的海底世界时，玉云却突然发生了状况。我发现到，原来我的那个气筒里面的那个气压呢不是很高了，只剩下最后的50，我就开始有点紧张。回到岸边的过程，我就发现到，我的气越来越少，越来越小了，而且在呼吸的时候呢，就觉得有点困难，我就开始紧张，开始害怕了，就立刻转身去找明伦，然后呢，他也明白我意思，还要跟我借气，就我要把我的 octopus 给他用，很让我紧张到我在把它接过来的时候呢，我是倒转过来吸的，所以吸不到气，我就更加紧张了。所以幸好呢，副教练就在身边，那他也是同样的很慢动作的把那个调节器交给我，哎呦！所以这是我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一个突发状况算是有惊无险呐不过呢，也为我建立了信心。岸潜是对于玉云来说是一个新的体验，我对他潜水越来越有信心，他也知道他可以比较放心的自由活动，不像以前他刚开始的时候是老是要紧握着我的手。我真的感觉到自己有进步的地方就是其实我会被这些海底世界的动物呢吸引，然后呢就也没有管明伦太多，就自己跟着教练看他指什么我就看什么。夜幕降临，明伦和玉云用可爱的灯饰装点着属于自己浪漫的兰屿之夜，伴随浪涛拍岸与虫鸣声入眠。你听到海浪的声音吗？听到。好听啊。会害怕吗？有海啸怎么办？哦。怎么了？罚什么？你说 negative 的东西罚？你也不是老是讲。我没有啊。我今天一句负面的我都没有讲到。你讲错话，所以你要罚。说了它就破了，它就不会发生。乱说。你说就可以，我说就不可以，对不对？我知道你的人，你就是这样。老婆大人。OK，you win。耶。我关灯睡觉了。就睡觉。睡觉吧。我为了你，做了一东西，让自己太累了。为了我，你做了什么事情？做得很累。让前进。究竟玉云为明伦做了什么？野外生活达人林明伦第一次带着老婆陈玉云出国体验露营，有备而来的他们在兰屿合力打造了属于他们的明云之家。夫妇俩在潜水时，玉云发生了吸不到氧气的突发状况。台风之后的兰屿，天气仍不稳定，清晨的一场大雨浇熄了夫妇俩看日出的计划。但却也幸运地遇见了雨后的彩虹。老婆啊，可以吃早餐喽。OK。Cheers。你睡得好吗？今天挺不错的。主要是太累了，都已经不管他那个床是倾斜一边还是怎么样，反正倒头就睡。对。啊。我为了你。做了一个东西，让自己太累了。为了我，你做了什么事情？做得很累。让前进。让前进。把东西要送给你。喂。老公。喂，你跟我求婚啊？你们是戒指吗？
还是钻石的呢？哇你开来看吧。那如果说不是钻石的话，你会不会很失望？你送什么我都喜欢。我在做我不擅长做的事情，可是为了他呢，我愿意尝试。希望他看到这个手环的时候就想起我。你亲手做的？哦，哇！然后你知道我的手工不是太好的哈，没关系，所以你不要太大希望 ，OK？ 哇，喜欢吗？哇，很美嘞！我可以帮你戴上吗？哇，很好看，很好看。哇，刚刚好。这个真的是你亲手做的？是啊。很厉害嘞。喜欢吗？喜欢，很美。然后里面还有。你们看它什么特别的？像什么呢？又开罚单了。你记得吗？以前我很希望说，很渴慕说，你能够写情书给我，然后呢，我就以我的方式来爱你，就写情书给你。可是呢，你每次收到我的情书的时候，你怎么样？就说我开罚单给你，太过分了。当然不是开罚单啦。不过，因为呢，我知道你不喜欢收到情书罚单，所以呢，我用念的方式读给你，好不好？好。OK。可是在这之前，你看到这个。我知道是什么？什么？你知道是什么？三维合一的精神不容易被扯断。当他看到，他就知道说他背后的意义的时候，我感觉到特别的开心。我也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惊喜。名人，3股合成的绳子不容易断，这是我们结婚时刻在我们戒指上的经文。这20年来。从他口中念那封信，就觉得很甜，很感动。你知道我第一次被玉云她吸引啊是什么？就是她的声音。希望我们能够一起迎接接下来的20年，40年，甚至到永永远远。爱你的玉云上。谢谢，很喜欢。我们这20年，我们所经历的一切，得来不易啊！我的那份感动是充满着喜悦跟感恩。谢谢。我很喜欢那，我真的很喜欢。要上船了，走。吃早餐。吃早餐。有人教你的吗？没有 ，YouTube 师傅教的。喂，YouTube 师傅教的。你们都来到兰屿了，我们就学一点兰屿的话。好，这个工具叫芒果罗果罗兰。钓鱼的方法。芒果果肉肉。芒果果肉肉。对，钓鱼的方法。芒果果肉肉。你可以去兰屿的。怎么每次讲都？你看，我可以娶兰屿的姑娘了。游泳钓鱼是达悟族传统捕鱼方式之一，利用特制的鱼线工具，以寄居蟹肠子为鱼饵，垂直置于水中，等待鱼儿吃饵上钩后，再拉上水面。对。好，走了。我们去钓鱼的时候，很自然就会问他：“我们要钓什么鱼啊？”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不知道，他不要说。后来才知道，原来他们觉得如果在你出海之前就说好，说今天我想去抓金枪鱼，我想去抓飞鱼，就变成自己很傲慢，好像我想要什么就有什么。他们的思维就是我所能够得到的一切都是从大自然而来。他得到什么都好，他会很尊重，他也会很珍惜，所以我特别喜欢这种想法。夫妇俩从单纯的下海玩水，只能用眼睛看鱼，到学习可以用一只手拿工具，腰间配备网袋放鱼货，体验在地人的生活日常。抓到了，我们的第一条。鱼饵放下去，鱼线放下去就可以钓到。想是这么简单，但是真正做起来就真的挺难的。尤其那个海浪波动特别的大，起起落落。让我感觉最深刻的就是
当马然抓到了他的第2条鱼，把它交给我，让我自己来处理。我那个时候，小鱼在我的手里不断的挣扎，我就有一个冲动，想把那钩解开了之后呢，就想放鱼。所以我觉得这又对不起马然呐，因为是他辛苦抓来的嘛，所以我就尽我所能把它放进篮子里。可是怎么知道它这个钩一松鱼儿就跑掉了。我有尝试想要把它抓住，可是抓不到，所以没有经验啦。不过我也庆幸说，它就从我的手中挣脱掉了。游泳抓鱼这个活动真的不适合我，太累了，好辛苦哦！这些原住民他们为了要生活得要做这样子的一个活动，我好佩服他们。都是他抓到的。告诉你这次跟原住民族一起钓鱼，我有新的体验，有新的感动。超市真好。你看是不是？跳！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哈！哇！ I think you complete me. 哇！玉云为明伦献上亲手制作的手环，作为纪念20周年的礼物。很喜欢那个，我真的很喜欢。 在美丽的兰屿，夫妻俩和达悟族原住民下海体验游泳钓鱼。不行了，太累了，太累了。在兰屿不可错过的体验活动还有划拼板舟。传统上，达悟族使用拼板舟抓鱼，其特殊的设计和结构，使得他们能够在海上高效的捕鱼。然后右手的是对。 再来右边。我本身是会划船，所以对我来说不难，因为平时都是我来划桨，他就只是坐着啊，他就享受嘛。可是他也有体验，他也学得挺快，他就听着我的口令跟我一起配合，所以我们划得也挺好的，对不对？ 傍晚时分，明伦夫妇俩来到兰屿日落观赏地，等待夕阳西下。你知道吗？就因为你爱玩你贪玩所以呢，给我的人生带来很多精彩。可能没有你的话，我就会比较单调的过日子。其实我觉得你本质里面你就是一个贪玩的人，跟你看出来了，所以你才会被我吸引啊，对不对？直到遇到你之后，我就发现到原来还可以在认真工作生活同时呢，给自己抽点时间去享受这世界哈，过一个精彩的生活，对不对？谢谢你，我也谢谢你。因为有你，我觉得我的人生过得很精彩。I think you complete me. 夕阳余晖洒在海面上，整个兰屿笼罩在温暖的光芒中。这一刻，没有别人，只有夫妇俩彼此满满的爱。是秘密的，对呀，还暗暗的。今天要带你们来一个很特别的地方吃。所以地下屋吗？这是兰屿最传统的屋子，地下屋。这个很特别。对。哇！是秘密的，还暗暗的。在明伦和玉云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制作组在地下屋准备了一个惊喜，祝贺他们结婚20周年。哇！都是我们的照片，还有蛋糕，还有食物，
还有 Happy Anniversary， 这个是他们专程为我们庆祝做的20周年呢，哇，好感动哎！哎呀，他们太贴心了，真的。谢谢你们哦，谢谢。我们搭帐篷的那一天，我没有想到你们会布置整个地下屋。我就是一个海的儿子嘛，所以这个是一个海的人的家，所以它整个感觉就是很接近我，整个氛围我很喜欢，也很难忘。哇，你看这个，哇，还好丰富哎。对，这个就是我们钓的鱼，才钓的，对。太棒了，太棒了！祝我们20周年快乐！祝我们20周年快乐！祝我们20周年快乐！哇，很像很 rap 这样哎！祝我们20周年快乐！好 right！ 1、2、3，哎 ，OK。你懂为什么一直吹不灭吗？因为这个是永远吹不灭的爱情。好不好吃？我还记得我们刚开始认识的时候，我都一直觉得很没有安全感，对不对？主要是因为当时你也需要经常出国公干，那个是第一。另外是我的外表，给人家一种很吊儿郎当、像花花公子的感觉。在你身边所有的人，在那个时候都很反对我们之间的感情。我还记得我送你回家的一个晚上，你的父亲他还把我赶出去，说不要再让我看到你。我记得门关上的时候，我的眼泪马上就流下来了，因为他们不认识我，他们当然也很希望你能够嫁给一个很优秀的一个男人。我真的嫁给了一个很优秀的男人啊！谢谢你给予我的肯定啊，因为讲真的，这20年。我一直都希望说能够做到最好。你知道我看到你的成长是在哪方面吗？你说说。我是看到了你之前对于自己的一些想法的那种坚持哈，那改变成今天的你，你是能够放下自己的一些，我跟你讲为什么呢？为什么？因为老公恼了，没有力吵架了。刚刚结婚的时候，我们第一次吵架，吵得最严重的是，竟然是他抽纸巾的方式。他抽纸巾是抽，一抽就抽6张。我说你的嘴有多大？你需要抽6张纸吗？我就觉得这是我用钱买的，怎么不可以吗？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年轻嘛。就理直气壮哦，就愿意去让别人来左右。我的脾气比较暴躁，以前他开衣橱用完了，他就是 leave it， 他就走了。上了厕所不会关灯，也为了这些事情吵了好几次。不过后来慢慢的，我就觉得这种生活习惯是2个人在一起彼此的影响。当他没有关灯的时候，我去关灯，然后他就谢谢老公，然后慢慢的他也就有改变。开始的时候，你让我抽纸巾抽几张啊，你都 complain 的。最近呢，就感觉到，我如果说厨忘了关，灯忘了关，冷气忘了关，你就会，本来呢话到嘴边了要骂了，然后又收回来，老婆，我帮你关灯，对不对？脾气好很多了。对，谢谢你。我自己觉得说，在这20年的婚姻里头啊，我学到了最重要的功课呢，就是学习怎么样的放弃自我。让磨合的过程呢，不要太过的有杀伤性，然后呢，再从中找到一个我们可以共前进的方向。Happy Anniversary！ Thank you， 仙女下凡的感觉有没有？有。20年后还是仙女，20老仙女。我想我们的孩子羡慕死了，尤其是凯凯。对呀。我们确实是有经历了许多，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他告诉我他愿意跟我在一起走下去。当你能够从你的心爱的人口中听到这句话的时候，那种肯定、那种安慰
是你没有办法形容的，一种感动。我没有讲过嘞，我没有讲过，如果说明天世界就结束了，怎么办？我们两个共同的答案就是，真的很开心能够有之前的这20年跟你一起度过。虽然接下来没有盼望有更多的时间，可是我觉得在永生里面我们会还是在一起的。我们会走到永恒。在兰屿骑摩托车环岛是探索这座美丽小岛的最佳方式。哇，山羊，好多哦！对。兰屿还有一个让我最开心的就是能够骑摩托车去参观整个岛。你看这个石头样子像什么？像个贝壳吧？它给你很多的自由。想停下来，随时都可以停。哇，你看那里，好美哦！然后老婆她坐在后面，她也很开心。是我美还是山美？那当然是你美啊！兰屿岛上只有一条环岛公路，总长度约为36.5公里，沿途可慢慢欣赏各种原始自然风貌、奇岩怪石和兰屿独有的部落文化。快到了！哇！太漂亮了！哎，金鱼哪里下去了？骗人！有风吹啊，凉凉的啊，然后又看着风景，最美当然就是从高处往下看，一望无际看到大海，你可以放慢脚步，好好的去享受2个人的时光。谢谢，再见，拜拜。带我去哪里？带我去哪里玩？带你去玩就对了。午饭休息后，明伦载玉云来到一个兰屿秘境，准备献上筹划已久的惊喜。哦，到了，可以这样放，走。你带我去鬼屋啊？跟我走你就知道了。这什么地方？什么破烂的旧屋子？不知玉云是否能发现明伦事先藏在海岸边的情书呢？啊，美吗？美，不错吧？我就觉得有点奇怪，因为我就觉得，他带我来这里干嘛？浪退出去的时候，就会有一些小鱼会卡在那些洞里面。我不想它看远处，我就把它的注意力就放在地面上，靠近那个玻璃瓶那边。真的啊？走到那边去啊？对，就走到那边去，往前走，对，到处可以看一看，对吧？是。哎，你看，很漂亮哦。很美哦。什么？你看，我找到的。我其实是一个粗枝大叶的人，还好他有指导，看这地上的植物啊，我才有注意到那个瓶子。什么？干嘛你的表情这样？看到那个瓶子的时候，我就开始起疑心了，所以我就斜眼看着他，然后他的脸整个就红起来了，我就知道一定是他。啊，是不是你精心策划的？我只是带你来看风景。你脸红了嘞。我是太阳晒红的，好不好？这是你给我的情书。我不知道，你找到的东西关我什么事？你也会写情书的咩？
这个算是我第一次写一封完整的情书给他吧。我最想让他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她真的是一个很称职的一个妈妈，她真的是一个好妻子，是我的生命中的好搭档。不要啦，不要啦，你自己看就好了，不要读出来，读出来很，对我来说，写信是一个很大的考验。哇，真的是绞尽了脑汁。亲爱的玉云，我们在一起已经20年了，时间过得太快太快了。结婚好像是昨天的事，在一起我们经历了很多风风雨雨，甚至还有真的大风大浪，而你依然不离不弃。我真的是走了狗屎运才会娶到你的。我很感动。其实我们在拍拖的时候，我有捉弄过他，我说人家都写情书给女朋友哈，来表达爱意嘛。可是他就说，可是这就不是我喜欢做的事情啊。每次呢就在那边渴望他几时会写情书，可是都迟迟等不到。那今天收到了这像是26年后的情书，就觉得特别温馨，就特别开心，非常感谢他写这份情书。喜欢吗？让我最感动的就是他说你经历了这么多，你这20年都不离不弃。真不知道还能有多少个20年，但是我知道我对你的爱是永恒的。干嘛啦？应该要开心的啦。谢谢，谢谢，很开心。谢谢。不离不弃是20年前说好的嘛，对不对？不管是什么情况，还是一样会继续这样子坚持20年前的誓约。有没有想到我会写信给你？很意外。这封信会好好的保留，因为可能就是这么一张了，接下来不会有别的了，对不对？哇，你看，我不用动哎。这次的露营体验，那我们找到了一个以后要退休生活的时候呢，过的一种生活方式。知道说自己其实，在露营这方面哈，自己还做得不错。接下来如果说我们想要做更多露营的一些活动哈，我相信我能够胜任。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这20年没办法做到的，就在接下来的20年，我们一一的去把它实现。喜欢吗？哇，很美嘞！这是我跟玉云第一次没有孩子在我们身边，然后出国旅游。说真的，有一点点奇怪的感觉，就是她虽然是我老婆，但是她这20年下来，重心都是放在孩子身上。我现在把她迎接回来，她会是一个怎么样的妻子？你看这个石头样子像什么？像个贝壳吧。我们2个人都在改变，都在成长。我也很期待，这接下来的20年，玉云将会是一个怎么样的玉云？可能我会是一个 grumpy old man， 然后他觉得跟我相处会很痛苦，对不对？所以我也要学习，就让自己成为一个更加容易相处的人。再来右边，再来右边。我曾经有想过说，哎呦，婚姻是要永远在一起的话哦，要怎么样的去维持我们之间的那种甜蜜呢？我就会担心，会害怕。那过了这20年之后呢，我觉得说，其实虽然没有了初期的那种浪漫啊、激情啊，不过呢，却被一种很踏实的稳定而取代。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呢，就是永远相伴彼此，所以我相信我们能够找到属于我们自己的一个脚步。Because I wanna be the gravity that keeps you on earth, so you don't go flying back to where you came from. I wanna be the happiness, the
embrace your arms open wide. But I can promise you that I will stay.